早く逃げろだ。助けてくれ。大家好，我是夏克威，今天来看看这三个大包裹。在我从北海道回来以后，这三个大包裹送到我家。这三个大包裹是 Premium One Studio 的 -1，等了很久，超级巨大的神物。先来看看这个外箱，小弟本人185公分，可是这三个外箱整个把我家的玄关位置都占住了，完全没有地方去。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外箱的表面。这外箱表面，它这边分别就是有介绍，它有 A、B、C，Box A、Box C 跟 Box B。然后呢，外面有箱子的重量分别是7.2公斤、22公斤跟14公斤，超级重。然后上面这应该是那个体速的编号，还有它的这个产品的编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三个箱子慢慢的把它移到我的小摄影棚里面。Go！ 很慢就。这第一个7公斤，嘿，哦，现在蛮热，这种的，22公斤，好用力，好用力，好用力，哇，来吧，好，走一下，好，这个发力，这个发力，赶紧，哦，好，我们终于把这三箱把它搬进来了。等一下，等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箱子到底有多大。这个 A 箱子，这个有93公分。这个52.5，深度是53.5，真是非常巨大。再来看箱子，这是 C， 这是95公分，宽度41公分，61公分，我的整个房间都要爆掉了。大家看一下 B 这个箱子，哎呦，哎呀，95公分，37公分，86公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面，要写一个大大的开箱过程，请务必录制开箱视频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程中一定要好好的把影像给录制起来，不然到时候出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拍摄到的话，Premium One Studio 是不会处理的。
我们加入加油站。我看这个，看，走走走。好，这个走。我。我来，好那个，你拿起了，拿了，我，好，这个，好，给了，我这里跟不了，我谁没拿来？这里有点大的这个花式，然后这个这里就我这里，哦，这个，好嘞，哦，这，这。啊，哦，那个是外盒，本产品使用对象为15岁以上，我不觉得15岁以下小朋友可以搬起这个东西。哇，好，这个味道，有个味道，你知道吗？大家知道这什么味道吗？新台币的味道，这味道好重啊！还有2只哥老的脚。真的是很帅，跟一样，未满15岁的小朋友抱起来也不简单啊。你看一下说明书，这没有，
组装步骤。哦，另外一面。好，P1S 2025的行路吗？一些他们2025年出的作品。哦，这组很棒。Cyberpunk 那些未来可以等待我的开箱。好，我们继续。好，我们先把下面那一箱一起都把它开完。哦，操，真的超帅！这个最后一项就是尾巴的部分，很有分量。在我们组装的时候，有2样东西必须要先确认。第一个是组装说明书，请注意看 ，P1S 特别用图示标注了双人作业的警告，这是跟大家说不要逞英雄。这只哥吉拉本体非常的沉重，有30几公斤，而且背鳍很尖锐，一个人会不小心手滑受伤。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导致雕像损毁。这一只雕像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不要贪便宜，一定要找一个朋友来帮忙，不然这不是在开玩笑。另外，箱子里面还附赠了一本 Premium One Studio 的最新行路。这本书虽然不厚，可是内容也是很危险的，里面满满的预购资讯跟精美官图，这简直就是一本万恶的劝败手册。建议大家开箱完心情平复后再看，不然钱包可能会再次失手。现在进行到2人作业的部分，2人作业请到我们的小帮手。好，我的老婆这个小帮手。哦，我今天洗这也太重了吧！
我觉得我中晚我都要再吃一碗泡面。好，再来一步，中队。哦。经过刚刚那一场像是健身房重训的组装过程，我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只哥吉拉给组装好了。说实话，这是夏克威我人生中收藏的第一只雕像作品。虽然在官图看过无数次，但当它真的实体化，毫无保留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视觉冲击力和存在感，真的让本人非常震撼。甚至有点起鸡皮疙瘩。不过这边也要跟各位来打个预防针，因为这尊雕像实在太贵了。为了它，我已经透支了我们的频道年度预算，所以先预告一下，本频道未来整整1年都只能开箱精品了，还请各位多多见谅。好了，开玩笑的，钱包虽然空了，但心灵绝对是满足的。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拉近，带入每一个惊人的细节。时代背景，这不只是一尊雕像，这是一段被实体化的历史创伤。Premium Studio 带我们回到了1947年，那是战后的日本，一个刚经过空袭、原爆、失去了一切，勉强从零开始重生的国家。但哥吉拉的出现，无情地将这个才刚开始呼吸的国家，进一步推向了-1的深渊。你看着这尊雕像，它代表的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那一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它是对核能的恐惧，是对战争无力感的具象化。这尊雕像站立的姿势，不只是怪兽的威压，更像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让当时的人们连活下去都感到奢求的绝对绝望。名场面，银座的噩梦。这尊雕像最让人感动的是它完美冻结了电影中银座袭击的那一幕。这不仅仅是哥吉拉站在那里，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毁灭现场。P1S 选择了这个姿态，还原了哥吉拉踏入银座四丁目交叉口，那个曾经是繁荣的象征，如今却变成地狱的地方。他脚下踩碎的不只是建筑，而是战后复兴的微弱希望。当你把视角放低，模拟那些街上逃窜人群的视线往上看时，你会完全感受到电影里那种压倒性的绝望感。绝望的凝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哥吉拉的本体，这双眼睛的涂装工艺令人惊叹。P1S 准确还原了那种金黄色、瞳孔极小的设计。注意看这个眼神，它不像是一只野兽在发呆，而是一种充满恶意与愤怒的凝视。它微微向下的视线，仿佛正在俯视那些微不足道的蝼蚁。那种眼神是有智慧的、审判性的，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再往下看这张嘴，内部的细节处理得很恶心，这是一种称赞。口腔内壁使用了高光泽的透明漆，模拟出生物黏膜那种湿润、充满口水的真实感。那我们从这个角度还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买一个 LED 灯，就用来作为我们这个蓝色的发光灯效。再来看看这个牙齿，它不是整齐排列，而是像碎裂的玻璃一样尖锐、长短不一的混乱增生，参差不齐的针状獠牙。
同时可以看到这个牙齿的根部有去描绘出这种污垢、生物感的感觉。整体来说，我觉得描述的非常的好。永生的诅咒，如果仔细观察它的左半边脸颊，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看看左脸颊这个区块，这里的皮肤纹理与右边不同，呈现出一种扭曲的感觉。同时 ，P1S 在这里除了用颜色来表达受伤的伤口以外，这里还留下一道很长的伤痕，表示说他的左脸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害，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成。这些不自然的肿块跟平滑面，就是电影中设定的G 细胞急速再生的证据。当哥吉拉受到水雷或重炮攻击受伤后，他的细胞会用疯狂的速度进行修复。P1S 雕刻师在这里捕捉的是细胞分裂速度快到来不及长成正常鳞片，只能堆叠成肉瘤的瞬间。这不是愈合，是一种暴力的增生。这个丑陋的疤痕在告诉你，这只怪兽不需要闪躲，任何常规武器造成的伤害只会让它变得更加强大。生物感的极致，这尊雕像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 P1S 对于皮肤部位差异的惊人刻画。它不是全身都用同一种贴图来表现其皮肤的质感，而是一个真实的生物体。首先，我们来看头部，这里的皮肤是紧绷的，紧紧的贴合在头骨上，伤痕呈现出像是刚冷的岩石。接着，我们往视线移到胸部，会发现质感变了，这里的皮肤变得极度厚实，同时层层堆叠，像是为了保护心脏而增生出来的天然铠甲，同时带有一点点红润的颜色，让人感受到说这里面其实住着哥吉拉的心脏，让人联想到这副身躯内部正燃烧着不稳定的核能，仿佛随时会从这些裂缝中炸裂开来。这些皮肤雕刻的差异性，让人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真实的生物。破坏力的支点，请务必看看这个上臂与手肘的结构，这里完全展现了什么叫做充满攻击力的肌肉。P1S 将哥吉拉的三角肌与二头肌雕塑得异常硕大且紧绷，皮肤在关节处因为肌肉的膨胀而被撑开，形成一道道深邃的拉扯纹理，不仅仅是壮硕，这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张力，仿佛它随时能挥动这条如工程锤般的手臂，将眼前的高楼直接扫平。留意这个肘关节，它不是圆润的，而是增生形成一个尖锐的凸起，就像是出了天然的骨刺护具。这种粗糙、硬化且带有攻击性的关节设计，让你强烈感受到这只怪兽不需要任何的武器，它的身体就是最坚毅的铠甲与最致命的重锤。重力的证明，视线再往下，来到这对支撑2万吨体重的双腿，看看这个大腿的股四头肌肉，这不只是单纯的粗，你可以从侧面看到明显的肌肉束隆起。P1S 雕塑出了那种因为体重挤压而产生的肌肉张力，你能感觉到皮肤下的纤维正在用力，这种动态的肌肉感，让它看起来下一秒就要抬腿踩碎这条街道。接下来看到令人惊艳的细节，这双脚爪，很多雕像的脚爪就只会做成死白的骨灰，白色，这里不是。仔细看看这个涂装，从脚掌上，它先用鳞片的方式去表现，再到爪根到爪尖，有非常细腻的脏污，根部堆积着深褐色的泥土与尘埃，这是它刚从深海走上陆地，踩过银座废墟的证明。这种仿佛沾染了烟灰、机油、泥泞的旧化处理，消除了塑胶感，让这双脚掌
充满了实战的痕迹。杀意的延伸，相比于脚爪的厚重，哥吉拉的手爪则展现了纯粹的杀意。各位仔细看这只手的姿态，它不是放松下垂的，而是呈现一种半握的张力。每一根手指头的关节都微微紧绷，像是随时准备要抓住战机，或是将眼前的建筑物连根拔起。请把镜头拉到指甲的部分，这里的涂装与皮肤截然不同，呈现出一种硬化角质与钙化骨骼混合的质感。这里运用了非常细腻的旧化渐层，指甲根部带有一点点焦黑与深褐色，仿佛还残留着刚撕裂金属后的油污与烟尘。越往尖端，颜色逐渐过渡到带有光泽的古白色。这种锐利度与光泽感与粗糙的哑光黑色表皮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让这双手不只是怪兽的前肢，也是一对经过千锤百炼、专门为了破坏而演化的兵器——毁灭的预兆。现在我们来到这尊雕像最令人兴奋的亮点——背鳍。这个背鳍，它不只是为了发光而已，在于它的材质应用。请仔细看，这些背鳍不再是坚硬的岩石质感，而是采用了特殊的半透明软胶材质。这种材质的选择非常聪明。第一，它让尖端多了一点弹性；第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让光线有一个扩散的效果。当我们打开 LED 灯开关，光线不是死板的从地面透出来，而是从这些半透明的软胶内部晕开。这种从核心透出来的蓝光，模拟了电影中哥吉拉体内核能反应炉启动，能量急速汇聚到背部的那个瞬间。看着这个发光的背影，仿佛能听到那声经典的机器音效，那是毁灭倒数计时的开始。除了哥吉拉本体，地台上的这些烟雾特效件也是氛围营造的关键。烟雾使用了高品质的半透明树脂来模拟哥吉拉巨脚落地时那种混凝土瞬间粉碎、尘土飞扬的凄凉感。仔细看这些烟雾的涂装，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灰色，而是从底部渐层的往烟雾的尾端产生较深的灰色，这种渐层阴影来表现，还原了粉尘在空气中扩散的密度变化。当我们打开地台 LED 灯效，光线不是直接刺向你的眼睛，而是被这些半透明的烟雾件温柔的螺化与扩散。这种从废墟底部透出来的光芒，像是银座地下管线爆炸的火光，又像是哥吉拉身上辐射的外泄。这层光晕将整个地台笼罩在一种末日的朦胧感中，让这尊雕像不再只是静态的模型，而是一个被凝固、正在燃烧的电影胶卷。废铁的挽歌，除了被咬碎的电车，地台上的这些汽车残骸同样值得细细品味。这些被压扁、翻覆在瓦砾堆中的车辆，外形极具时代特征。从那圆润的叶子板与直立式的水箱护罩来判断，它们很可能是 Toyota Model AA， 或是当时常见的 Datsun Type 17。这些曾经代表着昭和初期工业实力的象征，现在却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废铁。在这里的旧化处理非常的残酷，车窗玻璃全碎，车顶凹陷。更重要的是，车身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白色的尘土。这不是普通的灰尘，这是核爆后特有的放射性落尘与建筑倒塌后的粉尘。这些车辆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诉说着这场灾难突如其来与毁灭性。它们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这座死城的墓碑。时间的终结与被占领的东京。在这片废墟中，这块刻有 S Army Exchange Service Tokyo 的红字的残骸，以及旁边倒塌的钟塔，隐藏着这款雕像最深层的历史隐喻。这栋建筑的原型就是银座的地标服部石基店，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银座和光百货。服部石基店是现代精工的起源，
它由服部金太郎先生于1881年12月在东京创立。创立的初期，服部石器店是一家经营进口钟表贩售和维修的商店。创办人服部金太郎有着永远领先一步的信念，于1892年创建了名为金工社的工厂，开始自行制造钟表。1924年正式开始采用 Seiko 作为品牌名称。位于银座四丁目的服部钟楼，就是现在的和光百货，是东京著名的地标之一。从1932年重建以来，一直屹立不倒。下次如果去东京旅游的时候，我一定会去这个地方朝圣一下。再来看看这个建筑外表的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风格，你可以看到那种优雅的弧形外墙、厚重的花岗岩石材质感，以及精致的浮雕装饰。但这一行刺眼的红字，揭示了1947年残酷的时代背景。这栋建筑在当时已经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GHQ 征收，变成了美军第8军团的福利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是东京少数充满物资繁荣的地方，与周围的废墟形成强烈对比。再往上看这根避雷针，原本骄傲的耸立在银座四丁目的最高点，象征着人类科技最自然的防御，但在哥吉拉怪力面前，能够被轻易的折断、弯曲，无力的指向毁灭。哥吉拉摧毁这栋建筑，具有双重的毁灭意义，不仅粉碎了美军统治的权威，也同时终结了日本战后复兴的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和光百货是银座奢华的象征，但在这尊雕像里，它是一个被核能怪兽践踏的历史伤口。当我们看着这个时间停止的钟面，我们看到的不是几点几分，而是一个时代的陨落。在地台的一侧，我们发现这个非常有趣的细节，一节绿色的电车残骸，千万别忽略它，以为这只是一块普通的废铁，它其实藏着这款雕像最重要的机关 LED 灯效的隐藏开关就藏在这个下面。除此之外，这辆绿色电车本身也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彩蛋。不同于哥吉拉嘴里咬着的那辆褐色国铁电车63系，这辆绿色残骸其实是当时行驶于银座街头东京都电车，很可能是最经典的 Toden Rokusen Kata 6000型。用台湾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比较像是古早味的高雄轻轨。在1947年，这些绿色的路面电车穿梭在东京街头，是市民重要的交通动脉。有趣的是，这份历史感一路延续到了今天。虽然当年的银座线路已经消失，但这款电车的后代都电荒川线至今仍在运行。我们要知道，在现代化的东京，仅剩下2条路面电车还在营运，一条是私铁的东急世田谷线，另一条就是东京都交通局营运的硕果仅存的公营路线都电荒川线。这辆残骸不只是废铁，也是连接1947年与现代东京的一条纽带。如果有机会去东京搭乘那条充满昭和怀旧氛围的荒川线，再回来看看这尊雕像，会对这块绿色废铁有完全不同的感触。证明了这座城市虽然历经毁灭，但那份日常的烟火气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绝望的群像。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的世界。很多人在看这尊雕像时，会被巨大的怪兽吸引，忽略了脚下这些不到1公分的小人。这些微缩的人偶，赋予了这个场景一个灵魂的关键。仔细看这个角落，这群人正在疯狂地奔跑，连头都不敢回。令人心碎的细节是，有人停下了脚步，绝望地回头仰望。P1S 的涂装师在这里用了非常低彩度的色调，很像是让这些人身上覆盖着像瓦砾一样的灰尘，仿佛他们的生命力正在被这场灾难给吞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变成了一群惊恐的符号。透过这些渺小的肢体语言，感受到不再是怪兽的帅气，而是人类在绝对力量面前那种无处可逃的窒息氛围。
这些小人把灾难2个字具象化成了最真实的恐惧。在看完了小人与建筑后，我们把视线降到最低，看看这场灾难的立足点——银座街道，也就是这整尊模型的地台。可以看到柏油路面因为地壳震动而产生的龟裂，以及那些被掀翻的石砖，裂缝中甚至还填满了细小的碎石与尘土，仿佛经历过一场大地震。那这边有一个让人惊喜的细节，是这个人行道的护栏。一般的雕像中，这种细长护栏为了节省成本，会使用软胶或 PVC 材质，时间久了容易变形或弯曲。这里栏杆使用的是真实的金属铁件，材质的差异带来了极佳的锐利度与坚硬感。这个冰冷的金属触感让这整个场景的真实度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地面的视角，当我们把镜头压低，模拟站在银座街头仰望这只怪兽时，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所谓的绝望是什么形状。注意它的动态，不是奔跑，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推进。虽然它是静止的，但看着它微倾的重心，好像能感觉到地面正在震动。这款作品高达70公分，从下往上看，仿佛有70公尺高。这粗壮如山脉的下盘，宽阔的脚掌，稳稳地占据了视线的底层，支撑着上半身巨大的质量。而他的头部高高在上，几乎要顶到天花板，眼神冷漠地俯视着一切。这种由下而上的透视感，会让雕像的体积感瞬间放大数倍。它不只是一个收藏品，像是一个占据你房间的实体黑洞。这种沉甸甸的物理存在感是照片无法传达的，必须亲自蹲在它的脚边，才能体会被毁灭笼罩的恐惧。身份的勋章，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版才有专属 logo 名牌要介绍。这绝对不是想象中那种轻飘飘的塑胶盘，看看这个夸张的厚度，拿在手里是有真切的分量感，简直就像是一块实心的砖头。P1S 在这块名牌上采用与地台完全一致的岩石质感涂装，表面那种粗糙的颗粒感与旧化处理，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从哥吉拉踩过废墟中挖出来的石碑。而上面这个立体的标题，采用了极具质感的浮雕设计，与深灰色的岩石基底完美融合。名牌不只是为了标示一个名称，同时为了要证明你拥有这尊传奇雕像最完整版本的身份象征。把它放在雕像旁边，这种仪式感就瞬间被拉满了。或许大家有发现，今天的开箱影片风格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我实在太爱《Minus One》这部电影了。它不仅仅是怪兽片，更是一部深刻探讨生命与反战的作品。所以这次我特别的尝试了比较电影感，甚至带点沉重的剪辑手法，希望能够呼吁电影本身那种严肃的议题，让大家能更沉浸在这个氛围里。不过大家别担心，这只是我对这尊雕像的一个尊重。未来的开箱影片还是会回到轻松愉快的风格。回顾一下今天的开箱 ，Premium One Studio 这尊 Minus One 已经超越了玩具或者是模型的范畴，更像是一块时代的切片。从本体那充满痛苦的烧伤皮肤，到地台上每一块破碎的砖瓦。每一根扭曲的钢筋，甚至是那些看不清脸孔的逃难小人 ，P1S 用近乎偏执的细节去堆叠，将1947年那个绝望与重生并存的银座，完美封存在这70公分的空间里。收藏这尊雕像，不只是拥有了一个怪兽，而是拥有一段历史，一场电影。当你凝视它时，你不再是在看一个死物，而是仿佛置身于那场灾难的中心，亲眼见证破坏神的降临。这种沉浸感，才是这款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而哥吉拉故事还在继续，官方近期已经正式的公布令人振奋的消息，导演山崎贵将继续执导续作，代号暂定为 Minus Hero。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只哥吉拉再次的进化，带来更深的绝望与震撼，大家可以好好期待。最后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下课位这个频道是我大多时候一个人
利用下班时间一点一滴制作出来的。每一支影片的企划、拍摄、剪辑虽然辛苦，但都是因为对这些怪兽与玩具的热爱。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开箱，或者这支影片有让你感受到这尊雕像的魅力，请不要吝啬你的订阅、按赞与分享。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支持我继续燃烧热情、对抗疲劳的最大动力。我是夏科威，我们下一支影片见。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m breathing in. Hold tight, chemicals collide. Hold tight, hold tight, hold tight.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y.